是一个数组，需要统计大于20元素的数量。我们可以定义这样一个函数：传入期指位置，便利逐一判断统计结果，然后返回。可如果还要统计小于10、大于25的数量怎么办？你当然可以这样大力出奇迹，前提是能忍受同事们的白眼。优雅的方式是把变化点，也就是星 B1G 大于20封装并独立出来，然后把这段逻辑像变量一样作为参数传入。这就是函数指针。如果对函数指针的声明方式感觉怪异，考古完这个视频以后也就见怪不怪了。目前这个函数只能处理 int， 我们还可以通过模板进一步提高函数的通用性。像这样经过模板的改造，这个函数就可以以相同的逻辑处理整形和字符串了。这里是不是还有点别扭？数字总是写死的，如果需要传入用户输入怎么办？好在 C++ 的反函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先声明反函数对应的类，这个类承载了调用操作符，还可以拥有自己的数据成员。创建函数对象，也就是反函数，这个对象可以 cosplay 成普通函数，通过小括号来调用。不过反函数遇到函数指针就装不下去了，它无法给函数指针赋值。标准库中常见的做法是将模板进行到底，用模板参数表示可调用类型，有更强的适应能力。随着层层封装，零零散散的代码跳来跳去，以至于难以阅读。可以使用 Lambda 表达式改造一下，似乎简洁了不少。到这里，关于 C++ 的函数知识你已经学了8分了，剩下的9992分还要继续不停的努力。这里是今天晚放学，下期见。